们是这样走上来的，各位。中央街难在哪？就在这。天哪！现在已经在最后一段的中央尖山登顶了。中央尖山我来了！Oh my god！ 梦幻山山，哇，日出出来了！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来到圣光登山口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来的行程就是中央尖山。这个是我跟灿宇已经梦寐以求很久，还有我们后面的许多伙伴，我们真的是期待很久。我们上次来南湖的时候，就一直很想要来中央尖山，对，而且上次已经他一直在跟我们招手。对，但我们这次为什么直接在这边开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氪金呢，直接氪金氪起来。略过了一个叫做菜园的地方。我们刚刚还在那边菜园果园动物园，因为我的心情太轻松了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赶快出发 ，Go， 拜拜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从圣光登山口，因为少了前段菜园的那一段爬坡，直接坐车上来，包车上来，整个差很多。然后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的好，超漂亮的，各位。安娜，你这次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，因为这次是第2次走这边嘛，前段。对啊。我们再次的，上一次来是我们第一次的时候，对啊，现在我们再次的来挑战中央街。而且我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很多就是在山上可以吃的健康的东西。这次原台湾伙伴们安排的行程是4天3夜的中央间，与南湖大山相同，一样从圣光登山口起登，踏着同样的路段，却抱着不一样的心情。终于，我们要来朝圣当时站在南湖远眺的台湾第一尖山中央间。一般来说，第1天的行程，很多人都会走到南湖西山屋扎营，但是大家可以参考这张图，你会发现，基本上在前往中央尖山的路上，要先翻越2座山，分别是多加屯山跟2720高点。所以秉持着先苦后甘的精神，我们决定第1天尽可能的走，直接翻越2座山头。冲天啊！往水上看着啊！看到，不要，太难了啊！可恶！太贱了！可恶！没有出息的。各位，没有，我先跑了，你后面才跑。这真是超舒服的林道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汉娜小学堂，对，汉娜小学堂，就是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走上坡的时候，不要用太多的股四头肌跟大腿前侧。这里的话，如果你的重心一直放在脚尖，你股四头会很快容易酸。所以在上坡的时候，建议整个脚跟重踩，然后身体稍微的前倾，保持你的脊柱中立，用臀部的力量上去。让我走一次，因为我踩右脚，踩一次。再看一次哦，踩直上。
个臀大肌走路，你就会用你的后侧跟臀部比较多休息，你的股四头就不会这么酸了，还可以顺便练臀部。懂了，汉娜老师，我学会了。我等一下一定会用屁股走路。各位，加油！我解馋。南湖西山屋，我们等下就要下切南湖西山屋了。各位，准备好了吗？威力说要试试看全力下。我们试试看从木杆部全力下到那个南湖西山屋要多久？因为一般的话说40分钟嘛。1个小时吧。1个小时。1个小时。啊，真的哦？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快一点，应该可以吧？所以我们下坡应该算是蛮快的。护膝跟鞋带都准备好。我们先要快速的下南湖西。然后快速下坡。有点滑，各位看看下面这个陡下感，因为这边是蛮垂直陡下的，所以速度其实也没办法太快。各位，当你不知道路的时候，眼睛可以寻找叠石的记号。看这里有叠石，然后前面马上就会再有一个叠石，然后有些干土的小溪。这个上去都很难，都是形同虚设。对啊，我刚是抓着杆子的。各位，而且你要想，我们回去的时候才不要上去，垂直陡上。好难滑。在经过漫长的溪谷陡下后，终于我们抵达了底部的南湖溪。南湖溪发源于南湖大山与南湖东山之间的圈谷，溪长约30公里，是大甲溪最远的源头之一。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南湖溪了，因为溪水很清澈。但我们现在要决定，就是说要不要就在这边休息，还是我们爬2个小时到夫妻树营地？那2个小时，现在4点半，有可能会在6点半，差不多有点摸黑的上山。然后我的包包大家全部都装了，就是水上去，加了6公斤的水。4点多6公斤的水，然后现在准备离开这里，所以包包现在已经逼近30。好，因为我本来25，所以这样背一背应该快30。南湖溪上面出发，前往香菇寮营地。这好陡啊！经过一番努力。我终于追上领先集团，在这边上来之后，就开始到了这种松针的这种地形，就走在树林里面，非常漂亮。那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5点半左右，所以太阳已经快要落入那个山头后面。水在这边奋力的走来这里，真的是很亮。台湾装吧。完妆，厉害了！快到了，现在天色已经全黑了。我们在6点42，我跟魏丽还有阿布宽，我们3个呢先赶到了这个夫妻树营地。我们现在要赶快找营位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，赶快扎营，赶快休息。好，扎营，耶！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夫妻树营地了，然后有超棒的网美灯，我上看了，超棒，我觉得超屌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要走前面，这样才可以带到大家的帐篷。哇，我已经扎好帐篷，耶！我们刚刚终于抵达这个夫妻树第1晚的住宿，然后我们觉得从那个登山口走过来有一点硬，但还可以接受。刚佑嘉脚有点不舒服，不能接受哎，对他有点不能接受，他觉得他有点被中央机我的尊严掉在这里。对，还好刚好是觉得这个新手还是不要乱来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确定不行了。时间是5点09分，然后我们起床，准备收拾东西，然后展开第2天的行程。
各位，我们起床了，现在来吃早餐了。你的早餐是什么？我的早餐是美露巧克力。哇哦，那你的早餐呢？燕麦饮。燕麦饮。好，等一下来吃早餐。我们终于看到夫妻树了，因为白天原来我就在夫妻树旁边啊，这2个就是夫妻。哇，他们真的是盘根交错哎！哇塞，这样子，对啊，整个搂搂抱抱哎。在后面夫妻树。好，我要来吃我的早餐。各位，中央间不要轻易尝试，我们已经有人脚筋快抽筋了，快挂了，进行一些按摩的动作。哇！我们第2天的目标是要从夫妻树营地一路走到中央间溪山屋。这中间我们也曾争论是不是要重装上切到中央间安部扎营，但后来评估后，我们还是决定早在中央间溪山屋扎营就好，这样反而还可以去中央间溪瀑布玩耍。去捐花，努力哦。就这里的瀑布。干有无止境哎，这上来很崩溃。想到我们是要走原路上来，我就没有下坡的心智了。对啊，这里变得比较陡峭。他几乎都在玩了吧？溪水潺潺溪水，各位。我们到香菇寮营地的水源处了。没有，这里就算了。帐篷在那，香菇寮营地怎么样？会离我们赶在8点10分呢，我们非常准时。我们到了中央间溪了，然后往中央间山屋2.2K， 牌子上面写说往中央间溪山屋要2.2K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溯溪而上的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主要就是跟着叠石啊，或者是这些指标，其实加上你辅助载的 GPX 的话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非常漂亮清澈的溪水 ，Oh my god！ 其实漫步在中央间溪的路程是相对舒服的，有一种置身在花莲溯溪的感觉。清澈见底的溪水，加上我们来的时候正值全台的枯水期，让我们完全不用换鞋就可以横渡所有溪水。我们几个情男情女就在阳光普照下，不禁怀疑起，现在全台缺水，我们是不是要负一点责任呢？中央间溪的美对我来说，就像是整趟旅程的前奏曲。我们缓缓的前行，它就慢慢的流淌在我们心里。每个碧绿的深潭，都像是储满快乐的音符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。超深的一池，这里绝对可以跳水，而且超清澈的。Oh my god！ 耶！哇，超深！各位。超壮观的峡谷，这峡谷真的超美的。我走在前面，我为了不要挡到他们拍照，所以我现在坐在这个溪谷这边休息，是不是很棒吧？这里感觉像在溯溪，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在爬百岳。但这是因为中央尖山它在很深山里面，所以你一定是这样上下打到很里面之后，然后你才能直接从溪谷一路上切到中央尖山，所以等一下会是一个非常硬的行程。这也是为什么这边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行程之一的原因啊！哇，超美的！强，赞，哇，轻松，轻松。汉娜一直说要往上，她很开心。可是我看到前面的路，我感觉不是很开心。完全是一个探险家的旅程。
哇！干杯不会有人要干上去吧？超爆狗！刚刚走到岔路，走错了，这里才是正确的路，难怪我们觉得有点扯。必须记录。等一下我的鞋，对，这个蛮重要的。一个岛还整个跌进去，这个很可以展现坚韧的态度。不是，哎，你有没有带多的啊？这个叫做开朗的态度。其实你知道我刚趴下去瞬间，第一个感觉什么？喝水，好爽。变难了。下坡口目都超巨大的，巨大到人是行走是没有问题。现在已经超臭了，在这边准备吃饭休息，然后再去中央间瀑布看一下，然后呢晚上早早出发。稀饭了，哎，要介绍我是不是？对，来，这是我今天的中餐，就是我刚刚已经先倒了一份，就是粥，它就是一份才110卡，然后但是它有足够蛋白质，但是我现在还是自己再打了一颗蛋，然后我要把鸡胸肉切一切，然后再加热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很健康。好，我们就是在餐上也不要乱吃。要健健康。那可以乱，那为什么你要乱叠？我没有乱叠啊。来，我有拍到。没有，我必须分享一个经验，就是很多人在山上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都吃很多高碳高油的东西，但是明明爬山是这么耗体力又消耗肌力的运动，却吃不足够的蛋白质。对，所以我还是会带一些蛋白质。所以我们都只带肉啊。你看，就是有很多的肉，然后跟蛋，超健康的。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海带跟蔬菜，这边补充一些纤维。好棒哦！现在1:53，我们决定要到差不多2点半左右，休息到2点半左右，非常舒服。2点半过去啊，然后再过去，超舒服。Hello，里面长怎样？的中央间西山如何？哎，有人数了。然后墙壁上来吃。面包。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看看。我们到中央间溪的瀑布了。中央间溪瀑布身处于北一段的深处，它藏身于幽谷之中，像是个遗世而独立的少女，在山谷中画出一缕不该属于人间的白色丝带。而那碧绿的潭水，我想那绝对是一颗来自仙界的蓝色翡翠，它耀眼而不失恬静。我们就在这玩了一个下午，补足元气，面对夜晚的中央间水石坡。在我后面，我要下中央间，但是现在有点冷。我靠，会超冰哎！我不行哎，不能游。灵活的抬头蛙。不会很舒服，对面跟你讲，夏天的水温暖。温的。你游去瀑布那边，我帮你拍一张。哎，你不要动。你不要动，太危险车了。好，我走下去了。各位，我要带大家欣赏在溪底的中央间溪。目标成为最强的户外 YouTuber。太冷了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中央间溪，这种中央间瀑布的挑战，我刚刚下去，我算挑战失败，我下去一半。但我觉得有下去就好，有下去就算了吧。对啊，我刚刚是有小游一下，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挑战，我刚快冻伤了。大家不要轻易尝试。应该0度啦，其实应该快0度了，大概2、3度。会结冰吧？没有啦，水不会这么冷，但是很冷，但是是会冷的那种。我刚刚已经刺痛了。已经刺痛了吗？OK 啦，好，我们等下就去吃饭 ，OK， 拜拜。
开前，我们在中央间隙瀑布留下了属于我们的疯狂回忆。我们跟着汉娜一起在瀑布前深蹲，一起欢笑，一起游泳，直到回到帐篷，迎接明天最后的挑战。美丽的中央间溪谷和可爱的伙伴，爬山就该如此。我们把握悠闲的片刻空档，好好享受。现在是11点半，我们已经开始在吃早餐了。然后我们今天预计大概12点出发，所以我们吃一吃收一收，就准备要前往我们整段行程最硬的挑战——中央间。希望可以看到超棒超美的日出大景。OK， 我们要继续吃早餐。这是我的早餐，走。你的早餐是什么？燕麦。你的早餐？美露。美露。然后对面的队员们也起床了，好感动哦。我们准备要出发前往中央间山了。那因为现在其实满天都是星空，但是我的 GoPro 应该什么都拍不出来，所以等一下应该只会到日出的时候才会再有画面了。OK。哦，真的是满天星。对啊。大景喽！哇，这个好像抢匪哦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在路上看到一只完整的山羌尸体，是连骨头都就是没有露出来，是完全有皮毛的那种，超近距离，这应该是大家第一次看过吧？它感觉很重点是这个地方是有 GPX 的点，叫做死掉的山羌。哎，是吗？是这个吗？这里啊，对啊。好屌哦，那很近耶，那很……哇，这边真的很困难。下一位。这边真的要非常小心，因为这边都是溪谷地形，我就滑下去，所以我现在脚跟裤子、袜子都有点湿了，脚的部分啊，屁股有点湿，真的要小心，真的要小心，路尽量找好，不滑的再走，比较安全。OK， 继续前进。这边开始就是超级陡的陡上，开始有感受到尖哥的威力了。OK。一般来说，很少人会选择在中央间上看日出。然而，热血如我们，再加上日出派的信仰，让我们在凌晨12点便出发起登。然而，想要看见日出，最大的阻碍就是必须摸黑穿越几近垂直的中央间碎石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，这边陡峭的碎石坡便是我们最终的试炼。我现在已经到就是中央尖山的碎石坡这一段，然后走了不少，在这边路基比较不明显，有些叠石可能因为滑落就滑掉，但我们已经快到岸部，准备继续前进。后面都是超级惊喜的月亮，各位观众。看到后面的月亮吗？它就在鞍部的中间。我们刚刚一直想说，月光在哪？原来就在我们山的后面，超酷的！而且整段就是超陡的路，连我们的汉娜都开始喘了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中央尖山岸。那我们原本还想要在营在这边，我后来觉得实在是太疯狂的决定了。这个陡上真的是我们两个目前爬百岳觉得算最挑战的一段。虽然没有什么危险性，但是如果体力真的没有准备好，真的是会很想放弃。对，但是我们就可能要保持距离啊，就是不然会有落石。我们应该是先去中央尖山，然后走1.9 可以上去拍日出完之后下来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再去东峰看看。各位，彩霞已经在我身后出来了，而且这整个中央间的这个草原超美的，真的很美，疯狂。加油加油！我们要到中央尖山顶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最后一段的中央尖山登顶了。中央尖山，我来了！Oh my god！ 梦幻珊珊，哇，日出出来了！
中央尖山海拔3705公尺，百岳排名第11名，位于台湾中央山脉北段，为中央山脉的第4高峰。它的山形尖锐而对称，仿佛坐落在中央山脉上的金字塔。在著名的台湾百岳之中，中央尖山与大霸尖山、达芬尖山合称三尖，而中央尖山的高度则为三尖之首。泰雅族原住民认为中央尖山是一座灵山，神圣不可侵犯，至今仍尊为圣山。完成中央尖一直是元堂的小小梦想之一，如今终于踏上山顶，那种感动是不言而喻的。山一直都是我的导师，它教会我们谦卑，也教会我们面对人生的道理。不知道你们是否跟我一样，仿佛在山里，在这样的美景前，所有一切山下的烦恼皆被抚平。我想山就是拥有这种力量，它让我们感受到再大的挫折我们都能够过去，再多的跌倒我们都能够站起，这就是生命的韧性。就在这样的信念下，今年元堂与汉娜也决心成立一个全新的品牌 Resilient， 意指正是韧性。我们正在积极的准备，未来也会开始推出户外运动相关的商品或食品，之后也请大家多多支持。中央尖山曾是我的梦想清单的一个，如今它也成了我另一个梦想的开始。我是元堂，这是我在中央尖山的故事。那下一次元堂又要回哪里呢？我跟你讲，这是我此生做过最棒的决定。我已经赢了真的，不会有人比我更爽的。在中央间有人带进睡袋，没有人比我更爽。有没有随时跑出？然后我刚刚有尝试下去游泳，但是我大概到腰的地方。